在深山里有一座奇特的房屋，它坐落于山间。这不是一座道观，也不是一座庙宇，而是一位老人曾经的家。这里位于湖南湘西金诺河村，有一位大爷将自己的房子建在8米高的悬崖之上。修建房子的材料都是他徒手一点一点地运上去，用了30年的时间，终于将自己的房子打造成了世外桃源。这里出入艰难，生活更是不便。为什么他要把家安在这陡峭的山顶之上呢？据了解，老人名叫石发荣，他一生未娶，孤身一人。有人说他看破了世俗，便选择了这里，与山云为伴，这一住就是几十年。但他并非只想避世那么简单，而是他心中怀揣着更大的梦想。他想把自己的家乡打造成免费的景区，让来往的游人可以免费赏玩。于是他亲手开辟步道，自费修桥铺路，还亲手为村民们建起几座石拱桥和小型水电站，还有蓄水池。一生默默奉献，不求名利，他将孤独化作了对世界的馈赠。可惜的是，老人在前几年已经悄然离世。他一辈子清贫，却用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，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人十分敬佩。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，一起走进这位老人用一生守候的世外桃源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湘西保定县的大山里，在我身后的山上有一座房子。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特别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把房子建在悬崖顶上呢？这里既不是寺庙，也不是道观，曾经是一位老人的家。据了解，这里曾住着一位70多岁的老人，一辈子没成过家，孤身一人。房子也是他自己设计的，一砖一瓦从山下扛上去。通往房子的路无比的陡峭，视野开阔的堪比小别墅。这座桥呢，也是他出钱修建的。为了带动村里的经济，他在那边修建了一座关于苗族的宝塔，还有一些石像。走吧，我们现在上山，看看这位老人生活过的地方。房子就在那里了，刚好在一座山的山尖上，高度的话应该有100多米。走吧，我们接着往上走。这位老人年轻的时候，大概30岁的时候吧，在外面的煤矿工作了大概有20多年。他带着所有的积蓄回到家乡，就打造这个房子，还有村里面的那些桥啊什么。只要村里面的人有困难找他，他基本都会帮忙。这里还放着一个垃圾桶。完全就是那种无私的奉献。光是这些石梯就已经够累了，他还在上面建了2层的小楼。不知道当时他的材料是怎么运上去的。前面有间房子，房顶上还挂着灯笼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原来是一间小庙宇，里面供奉着财神、庙神、福神，还有灶王爷、弥勒佛。这边这位呢是地藏菩萨。香烟渺渺敬佛神，这些都是那个老人写的。周济万民。走吧。地可发千祥，土能生万物。听当地的村民说，老人在上面
没事的时候也会看很多书籍，是一位特别热爱学习的老人。你们看，那边崖壁下还挂着3个灯呢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哇，原来是一个秋千，坐上去体验一下。这个木板还是比较小的。哦，这个修建有几十年了吧？你看那个木叉都已经腐朽了，等会儿掉到地上就好笑了。没事，掉在地上也在地上呀。这边岩壁下一直在渗水，它这个秋千是用钢钉吧打到石头里面去的，挂在那里。这感觉太舒服了，都不想下去了。你看它固定绳索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牛的枷锁，套在牛身上的。这位老人完全是就地取材。这崖壁上一直在渗水下来，就像是下雨天了一样。哇，这路好滑呀，上面都有一些小的青苔，要小心通过了。天哪，这里的路更窄，又没有护栏。只能摸着崖壁过去了。你们那边叫摸，我们这边叫扶着崖壁过去了。这里怎么有一根木头在这里支撑住呢？这些岩石层层叠叠的。这些石梯很少有人走了，沾水的话还是比较滑，走在上面。房子就在前面的。这里还放着一口锅。这应该是准备用来做盆栽的，但是老人去世了，没有打理，没有人打理。赤径楼，它上面还写了一副对联：天上万星北斗明，地下摆设赤为先。赤径楼这个名字还是挺好听的。他还是有一点文采的，这些都是他自己写的。哇，这个石地还有点滑。这里面都堆了一些柴火。哇，这上面的路好陡啊！那这个位置就是依山而建出来的。还好它这里有护栏，很难想象以前没有护栏，他们材料是怎样运上来的。这上面的台阶好窄呀，只能踩半只脚了。
诶，这边还有一个木头，以前的护栏应该是木头吧？哎，这边好像可以过去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有些什么。哦，原来是一个厕所，但是门已经坏掉了。从里面可以看出，它这里是接有水管的，生活在上面，日常用水是没问题的。哇，这里好高呀！下面全是些土地，里面还种满了庄稼。这里还有一扇门，但是锁住了，进不去。从门缝中可以看出，这里面是一个卧室，也就是休息的地方。走吧，我们接着往上面走。这上面就是客厅了，也可以说是厨房，因为它这里有一个电饭锅。这下面这个是桌子还是什么？更像是一个储存柜。这里面放着一罐盐。还有一些碗，旁边还有一个大的柜子，估计也是装了碗和盘子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用电安全之类的变压器。哦，安装这个还是有必要的。再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罐子是什么？哇，装的是白白的大米。装在这里面还是有必要的，防止老鼠偷吃，还防潮。看一下这旁边这个桶，这是没有用完的油和纸巾。这边这块区域完全是厨房了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，这个好奇怪呀，是用木头雕刻的人偶支撑这个佛龛，上面供奉的是观音菩萨。这边这位是拿着金元宝，他是财神爷。旁边还有一位，他的面部慈祥，他是南极的一位仙翁吧，好像是。哇，你看下面堆满了一些书籍，看来这位老人家闲暇时还是会看书的，一看他就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人。但是这本红色的书《罗家推算通书》，看来他也是一位算命先生，就是风水师。这墙上挂了好多工具，有扫把、锯子，还有刷子。这地上好堆满了一些柴火，看来这个地方还是挺冷的。天气冷的时候，在这里生火、烤火，也算是它的休息区吧。对，就相当于一个客厅。它这个地方总共面积就20多个平方到30，所以说虽然小，但是样样俱全。地势有限嘛。走，我们到外面去看一下。就是那句话说的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。这里还有一套桌椅，这个桌椅呢是圆形的，可以同时提供10个人用餐的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这个水池，这里的水源源不断，它里面还打造了一个假的山。你看100多米的地方，还能源源不断的流水上来，是用水管接上来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假山，这个假山一看就是他自己编制的，也是一处艺术品。对，艺术品。你们发现没有？这个布局，刚才说了嘛，这个老人家是一位风水师，他对这些布局特别的有讲究。有没有懂行的人来解释一下？那房顶上是孔雀还是什么呀？那个图案，它的4个角都是这种图案。这边的房梁因年久失修，没人管理，感觉随时会倒塌的样子。你们看房顶上有些瓦片已经掉下来了，已经不能遮风挡雨了。我们现在再到房子的后面去看一下。这边的阳台上还堆放了2盆盆栽，这里面种植的是四季青，它一年四季都是青色的。这盆里面种的是仙人掌，你们看它是带刺的。
哇，这地上这些瓦片应该是这房顶上掉落下来的，还有一些水管都有一些粉碎了。它的窗户是木质的，因为他居住的地方比较高嘛，刮风下雨的时候，这些瓦片肯定是会掉下来的。感觉这后面就是他的秘密小基地了。这里还放着一桶水，这里也有一个小的假山，这形状还是挺好看的。哎，铁丝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应该是用来牢固的吧，但是放在这里已经生锈了。你们看，对面那座山上有一座凉亭，下面的话有一个观景台，这是老人生前所打造的。他无私奉献、助人为乐的精神，让当地的村民一直铭记他。这里真的是一个难得的风水宝地，四面环山，三面环水，就是诗人笔下的世外桃源。这位老人在这里隐居了30年，因为一生未娶，没有子孙后代，不知道这栋房子还能在这里持续多少年。这里我们已经探索完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